想象一下，有本书，它就像股市江湖里的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无数迷途的灵魂。他说的不是某个投资秘籍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一个在华尔街翻云覆雨又跌宕起伏的传奇。解析利弗莫尔，这本书就是股票作手回忆录。利弗莫尔的人生简直就是一部华尔街版的史诗大片。14岁他带着区区$5闯入股市，15岁就靠着价格波动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$1000。可这还只是开始。21岁他在正规股市里赔得精光，转身又靠着小聪明东山再起。29岁就拥100万身家，却因为轻信他人在年花期货上栽了个大跟口。30岁他又凭着精准的做空一口气赚回300万。到了52岁，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，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好几十亿啊。他4次破产，又4次奇迹般的崛起，就像一个孤独的剑客在股市里厮杀搏命。就连股神巴菲特都不得不承认，他从未见过比利弗莫尔更懂市场的人。读他的故事就像是提前在股市的炼狱里走了一遭，你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些大起大落背后藏着最赤裸的人心博弈。咱们直接翻开这本书，聊点扎心的。问你一个问题，是死盯着 K 线图还是研究公司财报？利弗莫尔14岁在证券公司当杂工，就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。报价板上跳动的数字根本不是什么冷冰冰的价格，它分明是人性的心电图啊。他每天像个侦探一样，死盯着那些股价波动，一点点记录其中的规律。你看，走的股票在暴涨前，有的股票在暴跌前肯定会出现几次假反弹。半年后，当他第一次用$5赚到$3.12时，套的可不是什么狗屎运，而是他发现股价就像人一样，是有习惯的。可悲的是，我们大多数人炒股就像在赌场里压大小，凭感觉，凭运气。书里有的特别讽刺的细节，利弗莫尔在投接行的时候，那些西装革履的客户个个都爱打听内幕消息，甚至有人迷信到靠占星术来选股。他们根本不是在投资，而是在假装交易，用各种复杂的指标掩饰自己其实是在瞎猜这个残酷的事实。这让我想起咱们小区门口的朗王，每天拿着手机看 K 线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MACD 金叉了，量能放大了。你问他买的公司是干啥的，他支支吾吾，半天也说不上来。这不就是利弗莫尔说的小孩子玩的涨跌游戏吗？利弗莫尔后来告诫我们，价格对涨跌下注，那真的是小孩子的游戏。他21岁带着在投机行赚的$1万，结果却在正规券商那里赔了个精光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投机行，可华尔街不一样啊，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企业，是那些捉摸不透的资金以及瞬息万变的大势。你不妨对照一下，你研究的是这只股票会不会涨，前者是赌博，后者才是真正踏入投机大门的入门课。利弗莫尔这辈子破产了整整4次，最惨的时候连饭钱都得靠借，可他却说破产才是最好的老师。尤其是第3次破产，1907年股市大崩盘，他可是赚了$300万啊。结果呢，在棉花期货上就因为舍不得止损，一分不剩的全亏光了。他后来写道，错误就像病毒，你不及时切除，那绝对是致命的。当时他明明发现棉花价格已经突破了支撑位，却一直安慰自己，没事，这只是回调，肯定能涨回来。结果呢，眼睁睁地看着亏损从$25万变成$100万。这场景是不是特别熟悉？你买的股票跌了 5%， 告诉自己反弹我就卖，跌了 10%， 只要回本我就走，跌了 30%， 算了，干脆装死死扛到底。结果呢，
从前套一步步熬成了深套，甚至直接就套牢了。利弗莫尔一针见血地戳破了真相，止损从来就不是认输，它是为了保住你继续玩下去的资格。他的止损原则简单到甚至有点粗暴，只要和预期不符，立刻平仓，没有任何借口。有一次在联合太平洋的股票上，他做空之后发现价格异常反弹，他没有找任何理由，3分钟内平掉了所有仓位。后来证明那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压空陷阱，多少人就是抱着再等等的心态，结果把一个小错误活生生地熬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。利弗莫尔计算过，他的盈利交易其实只占 45%， 他靠着严格止损，让每次亏损都不会超过本金的 5%， 而每次盈利平均却能达到 20%。这就是高手和散户之间最本质的区别，他们不是胜率高，而是懂得让利润奔跑，让亏损止步。我有个内幕，某某股票下周要暴涨，这句话总在你耳边嗡嗡作响。利弗莫尔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内幕消息。科罗州锡业的总裁悄悄告诉他，我只告诉你一个人，这只股票肯定能涨到200块。结果呢，他妻子偷偷买了100股，亏得一塌糊涂。为什么内幕消息这么不靠谱？利弗莫尔一针见血地拆解了其中的猫腻。内线只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卖，绝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卖。你看那个总裁，他之所以要吹得天花乱坠，就是因为他需要散户来接盘他自己手里的股票啊。书里甚至有个更狠的案例，某只股票的内线一边让媒体拼命放利好消息，一边自己却在偷偷出货。等散户一窝蜂地冲进去接盘之后，股价直接就腰斩了。听说基金经理重仓了那只股票，就赶紧跟风买入，看到董事长增持了，就杀进去。如果连保姆都知道一只股票要涨了，那恰恰就是你该卖的时候了。他自己怎么判断呢？很简单，如果一只股票真有价值，那些内线人士而不是到处嚷嚷。想起前阵子我一个朋友，就是听了什么内部人士的消息，买了某只国企改革概念股，结果套了半年。这哪是内幕呀，分明就是赤裸裸的收割信号。最确切的内幕永远是市场本身的走势。1907年美国股市崩盘前，所有人都觉得牛市会永远持续，大家都在狂欢。可利弗莫尔呢？他却在旧金山地震消息传来前，凭着对市场的敏锐直觉，果断做空了3000股联合太平洋。结果当灾难消息公布，股价暴跌时，他一举赚了25万美金。这背后藏着一个反常识的真理，牛市里赚的钱，熊市里守住的钱，讨厌的才是智慧。利弗莫尔发现绝大多数人在牛市里都飘了，他们把运气当成了能力，疯狂加杠杆放大风险，结果等到熊市来临，连本带利全都吐回去了。书里有个细节特别让人醍醐灌顶，在牛市顶峰时，利弗莫尔看到券商里的散户竟然开始讨论要不要贷款炒股，甚至有人抵押了房子。他立刻清仓，因为他知道当最保守的人都开始疯狂的时候，就是你该退场的时候了。反观现在，是不是也有朋友告诉你，基金定投稳赚不赔，氢能源赛道能躺赢？提示简单的不能再简单，看大多数人在做什么，然后反着来。他在1929年大萧条前，看到连理发师都在聊股票呢，果断做空，结果成为机里少数赚钱的人。这就是他说的孤独是投机商的宿命，大势才是你唯一可靠的盟友。现在身边的人是在讨论怎么赚钱，还是在抱怨亏损？这可能比任何指标都要准。这只股票跌了 50% 了，是不是该抄底了？利弗莫尔听到这种话，估计会冷笑一声。
他这辈子最引以为傲的一次操作是在1915年的伯利恒钢铁上。他厉害在哪万？他怕没有在最低价买入，而是等股价突破100元之后才进场。他说，没人能抓到最低的那一分钱，就像没人能卖到最高的那一分钱，这和咱们的直觉完全相反啊。小区里的张阿姨总说买跌不买涨，那才是聪明钱。克利夫莫尔用真金白银证明，趋势永远比价格高低更重要。就像你爬山，如果在半山腰看到石头往下滚，你还会坚信山顶就在前面吗？他那套阶梯式加仓法特别值得我们学习。先买1000股试水，如果涨了再买2000股，如果继续涨，但如果第一笔就亏了，他会毫不犹豫地立刻止损。这就像是试水温，你不会一下子就跳进冰水里。反观我们自己，是不是总喜欢一把梭哈，要么暴赚，要么暴亏？利弗莫尔20岁的时候，用在投机行赚了1万美元，在纽约股市亏得一分不剩。错误的盈利比亏损更危险。为什么？会让你误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，直到市场给你致命一击。这让我想起前2年，那些买基金的年轻人，套着新能源的风口赚了个盆满钵满，就觉得自己是投资天才，开始疯狂加杠杆追热点。结果呢？去年跌得怀疑人生。利弗莫尔说的太对了，他会用盈利奖励你的正确，用亏损惩罚你的错误。可首先你得先知道到底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他最惨痛的一次教训还是在年花期货上，听信了当时棉花大王珀西托马斯的建议。这个人能言善辩，硬生生地把利弗莫尔说服了，让他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判断。结果呢？这就是他警告我们，聪明人最容易犯的错，就是去相信比自己更聪明的人。他们可能是财经博主，可能是明星基金经理，甚至可能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。你可以听他们的分析，但永远要用自己的眼睛去验证。就像他当时研究棉花，他看的不是托马斯说了什么，而是盘面上的买盘和卖盘，因为他知道资金是不会说谎的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要问了，这些大道理到底怎么才能变成实实在在的操作呢？利弗莫尔用他40年的血泪总结出了7条黄金法则，每一条都价值100万美金。第一条，先学会亏钱，再学赚钱。他说所有错误都要一一犯过，每一个经验都需要真金白银。新手最该做的就是用小资金去试错，搞清楚自己在追涨不止损、听消息这些坑里分别会亏多少钱。第二条，别做古代，要做市场侦探。别整天只研究那些指标，多问问为什么。是因为业绩好，还是有资金在炒作？利弗莫尔每天摊报价板，是猜测背后资金的真实意图。第三条，止损，要像撕创可贴一样快准狠。它的标准是单只股票的亏损绝不能超过本金的 5%。 不管你多么看好它，只要跌破这条线，立刻平仓。记住，市场永远不缺机会，缺的是你的本金。第四条，让利润像雪球一样滚起来。抓到趋势的时候，千万别忙着去止盈。从100元拿到150元，套的就是不到趋势结束，绝不松手。盈利时的耐心和亏损时的果断同样重要。第五条，别和市场赌气。他3次破产的教训告诉你，如果市场已经证明你错了，动作也要忍下来。别想着什么回本就走，错了就是错呢。及时认错才能保住你的小命。第6条，远离人情股和内幕票。市场不奖励忠肝义胆，那些致命的人情羁绊，最终只会让你亏得倾家荡产。朋友推荐的股票，亲戚所在公司的股票，往往是最危险的。第7条，记住，
你最大的敌人永远是你自己。贪婪会让你追高，恐惧会让你割肉，侥幸会让你死扛。利弗莫尔晚年感慨，我花了20年才明白，战胜市场不如战胜自己。然而，这个赚过1亿美金的传奇，却在63岁那年开枪自杀了。他留下的遗言是：我的人生。这周，他败给了那种想要再次证明自己的执念，这或许是股市最深刻的隐喻吧。真正的胜利从来不是你赚了多少钱，而是你懂得什么时候该停手。就像他自己说的，没人能跟对所有的波动，你只需笑到最后即可。如果你问我读完股票作手回忆录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，它不是教你怎么选股，也不是教你怎么看盘，而是让你明白，股市照出的是你对欲望、恐惧和侥幸的控制能力。利弗莫尔那1亿美金的财富，说到底不过是他战胜人性的副产品。最后送你一句话，这句话我每次想追热点的时候，在华尔街能活下来的人，不是最聪明的，也不是最幸运的，而是最能控制自己的。那么，你准备好做那个能控制自己的人了吗？